3年前，我刚大学毕业，被豪门桑家告知是他们走失多年的女儿。等我回到桑家才知道，在我走失的这些年里，桑家早已经有了一个领养的女儿，她叫桑维爱。也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真千金回来，假千金灰溜溜走了的小说剧情。毕竟有时候血缘很重要，但是没有时光的填充，血缘只是单薄的2个字。甚至我回桑家后被要求做的第一件事，也是带桑薇爱去与他不愿意的蒋家继承人相亲。你好，我是蒋世清。你好，我是桑榆。作为我的妻子，我并没有太多的要求，也不需要你去遵守什么。他答应这桩联姻了，不是说眼光很高吗？我的资源你可以借助，蒋桑两家在生意上也可以加深合作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婚姻存续期内，我们之间没有感情，对外相敬如宾就好。桑小姐，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告诉我，竭力满足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对桑小姐很满意。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桑小姐，这边。今天你约的陪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好，谢谢你。需不需要我帮你买份饭？我自己可以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蒋总放心，老夫人在8楼 VIP 休养。这边。奶奶，在回到桑家前，我是被奶奶捡回家养大。高3那年，奶奶查出青光眼，视力越来越差。我想成为她与光明的桥梁，于是成了盲文翻译师。可经历了这几天，才知道黑暗真的会一点一点地蚕食掉人的耐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蒋总，等我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人怎么有点眼熟？医生再检查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没事儿，
都是你爷爷小题大做，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。哟，你来了！当时不知道是谁喊着说疼，给我吓的。现在见到孙子了，开始装起云淡风轻了。你别胡说，我什么时候喊疼了？对了，你怎么不把小鱼带来？桑云，对啊，哥，那个桑云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外婆生病了，他连面都不露，太过分了吧？小孩子别胡说。你叫他什么？本来就是嘛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选他。维埃比这个乡下来的土宝可好多了。此话。请你对他保持最基本的尊重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去吧。桑小姐也在医院。什么？喂，喂，桑毅，你听着，蒋老夫人这次住院虽然没什么大事，但你一定要抓住机会。蒋三公子好不容易回国一趟，蒋世京，你在他面前好好表现。婚后我工作依旧会很忙，你并不需要迁就我和我的家庭，可以照旧工作，也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我没时间。没时间？哼，你那个什么盲文师能有多忙？难不成你也瞎了？喂，对，医生说是短暂性感染失明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请你。桑榆，你都多大了，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口？妈妈，别生气了。妹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想让你多关心一下她。果然一个老太太能教出来什么懂规矩的好孩子。你问桑小姐情况，她挺不容易的。她怎么了？你别紧张，病倒不是多严重的病，待会儿就过来。我的意思是，她人挺不容易的。桑小姐，你家属呢？他们很忙。太太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虽然是暂时性的失明，可也很磨人。他从住院到动手术，一直都是一个人，生活上碰壁的地方很多。那些我想说的没说的话。桑榆，你还好吗？有时我怀疑你认识我？你是谁？我是蒋世京。蒋世京，他真的回来了。走吧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再走？不会耽误你太久。好，什么？我已经可以拆掉纱布，办理出院回家休养了。
但是医院要求必须有家属签字。纱布拆了后，还是小心沾到水。慢慢睁开眼睛，还需要适应环境。我先走了。已经办完了。好，谢谢你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是你的丈夫。桑榆，下次有这种事情你可以告诉我，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会再回来几天的。那样太麻烦了。不麻烦。今天谢谢你，把我送到新城公寓就行。你一个人住？我朋友快出差回来了。好。江总，景苑到了。景苑？那不是我们的婚房吗？我过2天就要去欧洲，这是钥匙。领证那天，蒋世金给了我钥匙，之后便去了欧洲开拓市场。从那以后，我好像就再也没有来过景苑了。怎么会到景苑来？医生说，在你的眼睛恢复之前，需要有人在你身边照顾你。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走吧。他的意思是一起住吗？桑榆，我是你的丈夫，我有这个义务。默写你写过的愿望，兜转一圈，能否珍藏偏爱你的心脏？别在梦里流浪。我可以自己来。你是病人，我帮你。你现在不方便，我帮你。你有什么物品想取来，可以告诉李德忠。我家里有只狗。狗？不过它很乖的，是我收养的一只退役导盲犬。好，我找人帮你接过来。需要帮忙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这个我可以自己来。好，我就在门口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叫我。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？第1次见面订婚，第2次见面领证，第3次见面，难道就要同床共枕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今晚难道要睡在一起吗？
起。这是什么？烟。应该是何姨准备的。那他可能误会了，我们和正常的夫妻。他比较热心肠，你眼睛还没好，早些休息。不过刚好可以锻炼一下我的盲文。别太累着自己。我从欧洲带了礼物，明天看看喜不喜欢。谢谢。这段时间我都在国内，你就住在锦苑，刚好有人照顾你。谢谢麻烦了。你不用和我这么客气，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。毕竟，我们总需要磨合一下。磨合什么？以后我的重心会逐渐转到国内。有时候我们总要正常接触。我们就桑榆，你对我们的婚姻，对我好像有误会。我说的没有感情，是我没有精力发展这段情感。但我们也不是陌生人，是夫妻。我也没有打算离婚。简单说，夫妻之间应履行的夫妻义务，我们之间都会有。夫妻会遇到的问题，我们也会遇到，比如生育子女、老人赡养。他这是在解释吗？那你呢？你没有和我携手走下去的意愿吗？不是。那既然达成共识了，今晚我们就从简单的接触开始试一下。瑶瑶有没有想妈妈？妈妈也好想你啊。看来了了还是挺喜欢我的。医生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恭喜桑小姐，术后恢复得很好。谢谢医生。来，病历单拿好。小伙子，多抽点时间照顾你的妻子。明白。今天谢谢你陪我来医院。没事，今天公司没什么重要的事，我先送你回家。蒋总怎么还没来？会议要来不及了，我还是先让他们推迟1个小时吧。奶奶，你最近怎么样？给你买的药和营养品有没有正常吃？有，不过小鱼，你最近怎么没给奶奶打电话呀？奶奶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工作有点忙，过些日子就回去看你。工作要紧，不过你也得注意身体。
对了，你结婚也2年了，准备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啊？孩子？是啊，你也不小了，奶奶死前能见一见重孙子，死而无憾了。奶奶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况且我们近期有计划生孩子的，真的。好，那奶奶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小鱼，没什么。我可以配合你的计划，不如今晚就先从同床共枕开始。完了，他果然听到了。所以，我们昨天晚上是在一张床上睡的。你们是夫妻，早该睡了。不过蒋时清这么久才拜倒在你的裙下，也够有忍耐力的。什么啊？你这都哪儿跟哪儿？蒋时清对我根本就没有意思，结婚的时候就说了，没有感情，协议结婚罢了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啊。可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感情才会结婚。不影响，你们是夫妻。你看看蒋时成那张脸，长得是没人要的样子吗？那个桑维爱不是也一直对他有意思吗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他和你联姻就说明他喜欢你，不然为什么不和别人结？所以，哪怕为了林奶奶，你今晚也一定要拿下蒋时清。能不能做到？怎么不说话？快闭嘴！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完蛋了！抱歉，打扰你们了。好巧啊，蒋总。你好。老公来了，快点起来！第一次见面，桑榆的丈夫蒋时清。你好，你好，祝昭昭。刚刚听到了我的名字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乖宝宝，快醒醒！我们刚刚有说什么吗？我好像失忆了。我们的意思是，奶奶昨天打电话夸你了，对吧？对，奶奶说你一表人才，对你印象可好了。是吗？最近我一定会挑时间看看老人家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上楼处理点事情。桑榆，你有任何要求，为了奶奶，我都可以配合。祝昭昭，都怪你，我的脸都被丢尽了。喂，妈。这段时间和蒋三公子见过面了吗？见过了。你这孩子，见过面的事儿也不知道告诉妈一声，男人要捧着，知道吗？你得主动找他培养。妈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是这样，你爸让你带蒋三公子回家吃顿饭，
他既然回来了，两家自然要多多走动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。桑榆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别忘了当初老太太动手术的钱可是家里出的，你要知道感恩。行了，不说这么多，后天中午记得带蒋三公子回家吃饭。桑维爱一个养女，天天出入开豪车穿高定就算了，怎么到你这个亲生女儿这儿就算得这么清楚？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奶奶动手术，我大概也不会和蒋世金结婚。你奶奶的青光眼已经到了中晚期，再不动手术，眼睛极有可能会彻底失明。妈，蒋三公子不愿意和我联姻。只要你和蒋三公子相亲，家里可以替你出了这笔手术费。好好准备，要不是你姐姐没成功，你怕是这辈子没接触这样的。那个你后天中午可以陪我回趟桑宅吗？我爸妈……我回头让李特助把后天的时间空出来。居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。抱歉，当时结婚太匆忙，该陪你回去一趟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谢谢你，蒋世静。Can you hold me in your freezing night? Don't you ever hide this time? Ooh,世静，听说凯乐的招商由你负责，是由我作为总负责人，不过究竟最终落实哪家，不是我能决定，需要公司内部综合多方面考虑。那不知道世静你看好哪家？我觉得哪家都好。谢谢。是。蒋三哥哥，公司竞标凯乐的项目由我负责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其实我不是个喜欢在饭桌上谈生意的人，我认为还是公私分明的好。小孩子不懂事，石经你别见怪。小鱼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行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桑姨，家里的生意遇到问题，你刚刚怎么连句话都不为家里说？你们为什么觉得我开口，蒋时正就会为家里让步生意上的事情？你没有办法让他点头，还不是因为你不争气？真是一点都比不上你姐姐。你看看你上礼仪班到现在，连手拿筷子的姿势都不对，哪有个民院的样子？手该怎么拿筷子？难道桑维爱的公筷私筷换用就有民院的样子吗？这怎么能一样？你姐姐这是在家里，这里难道不是我家吗？这里确实不是我的家。果然是乡下野大的孩子，我说不过你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，吃饭。我也不想和他说这些。
还不是他没用，不然我们家也不至于那么被动。帮我查一下桑家对待桑榆到底怎么样。妈，桑榆肯定不是这个意思，别怪他了。到底不是自己养大的，对他再好也没用，真是上辈子欠他的。蒋三哥哥，师姐啊，这么快就打完电话了？是有什么急事吗？那么着急？公司的事情与桑榆有关，我要为他。既然这里不欢迎我， 내겐 소중한 사람 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我自己来就可以。现在我们都需要适应，是不是没吃饱？我带你自己去吃点东西吧。好。谢谢。我看其他的情侣也是这样。难道我们也要这样吗？我看他们也这样。前些日子在拍卖行上看到的，感觉很适合你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我们不问风月的三哥，什么时候也化身爱情专家了？莫瑶，我的朋友，这位是我太太桑怡。嫂子好。你好。我说谁能让我们不解风情的三哥解一回风情？真是传闻不如见面。 总算是见到传闻中的三嫂。三嫂头一次见面没带礼物，抱一下吧。想不到三哥占有欲还挺强，三嫂你可要小心些。听莫瑶说，你现在可是宁人的姐，我就说男人结婚不一样，再硬的刚也得化为肉质。快说说怎么回事？这才回国几天，这么快就被桑林俘获了？所以当初你到底为什么去找他？因为想亲钱。 我偶然听到人说，我都心疼桑怡了。刚刚分手，爸妈就硬逼着她和蒋三公子相亲。桑怡，那也太惨了吧！还没从上一段恋情里走出来，怎么可能就这么快投入下一段感情？是啊，我要是他，这个节点被逼相亲，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和我相亲的人。 三哥，你也太变态了吧！因为人家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你，娶人家，我也是开了眼了。有什么不好？至少大家都能保住命。江总，你让我查的事情查出来了。太太她太可怜了，回到桑家后，桑家对她一点也不好，只是把她当成和你联姻的工具人。 最过分的是，
就连太太刚工作时在丧事工作的那半年里，一直被人误解为私生女，丧家上下也没有一个人出来为她说过一句话，任由谣言散布。既然人他们不好好对待，那就别想靠他来谋取利益。以后有关丧事的合作，正常对待，不需要刻意放低要求了。明白。不是，我看你这对人家挺上心的。你们慢慢喝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账挂我这儿。绝对是被我说中了，吓得落荒而逃的。但也不能全怪他。丈夫喜欢自己的妻子，是这世界上最不需要做解释的事情。三哥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该知道与内心对抗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。是喜欢吗？我这般爱你，你当真不顾这个家了？让自己卑微到土里。可是爱已成两人的理解，了解彼此最能意会条件些，用情伤人的话去说，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啊。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，舍不舍得爱一瞬都成恨了，眼泪究竟谁为谁啊？谁说谁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梦到我父母去世。我小时候也老做噩梦，梦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奶奶每次都会这样轻拍我的背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蒋世京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今天要去上班？对，准备出门了。等我一下，不用了，我坐地铁就行，很方便的。我送你也很方便。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，我到了，谢谢。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不用了，我今天下班约了昭昭逛街。好多桥段，好多都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。小鱼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小杨，公司其他人手上目前都有工作，你刚回来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。
各行各业现在都在 AI 改革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。你看一下，盲文校准的环节就由你和中腾那边对接负责。好，宝宝，你想好给你老公买啥没？他送的那2件礼物加起来几百万呢，你想还回去，同等价值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很苦恼，贵的送不起，普通的又配不上他。那依我看，名车名表也送不起，你不如就送些小而精的配饰给他，送最好的那种，这样你的钱包也负担得起，也不会拉低了他的生活品质。有理。你好，可以帮我把这对袖扣取出来看一下吗？就要这对，麻烦帮我包起来。这下真是大出血了，这么小的东西花了你3个月的工资，晚上只好我请你吃饭了。师兄，这么巧啊！好巧。师兄，你来买东西啊？来买点日用品。见面不如偶遇，师兄，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荣幸之至。小雨买的什么？回礼。异性。给我先生买的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师兄，要不你帮我看看？小雨，你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？是。挺合适的。我觉得只要是你送的，你老公肯定都会喜欢的。这还敢挑剔吗？我们之间应该达不到随便送个东西都会喜欢的程度吧？你们俩快看看吃点什么。我想化成隐形的人，掩饰我伤痕，给你是不是三嫂啊？我得下去打个招呼，让服务员重新上一桌，我们凑一桌饭。等等，听说三嫂这么想亲戚，刚刚分手，不会就是这个？那又如何？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奇怪，服务员居然说单已经有人付过了，大概是师兄什么时候偷偷付了。太好了，刚好有借口，过几天再请他吃顿饭了。昭昭、小然，我送你们回去。不用了，你送昭昭就好，我在附近转一转，待会儿打车回去。干嘛不一起回去？现在晚高峰不好打车。不想打扰你和林师兄独处。姐妹和男人孰轻孰重，必须是姐妹。那好吧，那麻烦师兄了。不麻烦。桑榆，上车。
安全带。住进我的眼睛里，把心话温柔地说，是你在我左右。刚刚急吼吼的找我要车钥匙，三哥这是吃醋了。老房子着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宝宝，你刚刚是不是偷偷去买单了？说好我请你吃饭的。没有，不是他买的单吗？我问了，不是林师兄买的。哦，那可能是哪个冤大头买错单了。明天问问餐厅补给他。对了，礼物你送了没？他喜不喜欢？还没，我在想。怎么了？给我的，不是给他的。啊？什么？没事，我胡说的。怎么会想到送我礼物？谢谢。这段时间想谢谢你，谢谢你送我的礼物，也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怎么了？为了你能顺利完成奶奶的计划，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加深一步接触？所以，我们现在可以接吻吗？这种事为什么要问出来？我该怎么回答？那个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好。不会为了奶奶的计划，今晚还要有更深入的接触吧？快别想了，别想了。这么快就要来了吗？能不能分我点被子？是不是太快了？什么？我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太丢人了，我不活了。昨晚没睡好吗？请坐。有一点，
两个人睡有点不习惯。先吃饭，晚些再去睡一会儿。谢谢。今年我刚好在国内，奶奶让我们明天一起回老宅过中秋。你有别的安排吗？没有。好。小妍瘦了，是不是石京欺负你啊？装模作样。石京这孩子从小就内敛，尤其他父母意外离世后，更是抵触感情，这方面还需要你多担待。没有，奶奶，他真的挺好的。那就好，只可惜你们小夫妻才团聚了这些日子，又要分开了。你说哪有人结婚孩子还往国外跑的？他这么快就又要走了吗？小莹多吃点儿，太瘦了。谢谢奶奶。石京也不小了，既然结了婚，孩子的事儿该考虑了。我和你奶奶等着抱重孙呢。顺其自然。石京是蒋家长孙，从小什么都是最好的，身边人、身边事，总得配得上才行。可有些人底蕴薄，生出来的孩子基因怕是也……兰芝，妈，我说的是实话，蒋家的基因总不能随随便便就稀释了。姑姑若是对基因有研究，不如先管管表哥上个月的酒驾记录。石京，我可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来欺负我？胡说什么？这里哪有外人？爷爷奶奶，今天这顿饭吃的差不多了，既然不是那么受尊重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？谁敢不尊重你？夫妻一体，我自然感觉得到。奶奶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他是在给我这个姑姑下马威吗？他为了一个女人敢这么对我？你给我闭嘴！还不是你没个做长辈的样子。石京的话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你打桑乙的脸，那就是打他的脸。这个桑莹还真有点本事，连三哥都开始向着他了。今天晚上谢谢你。怎么又说谢谢？我们是夫妻，没必要因为这些小事说谢谢。那我再给你买个礼物。今晚我们走吗？做什么？做夫妻之间还没有做的事情。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感情刚刚好。桑榆，你认为呢？我需要知道你的想法。又来了，在这种问题上，他还真是个不通情势的老古板。抱歉，我们晚点再做。
奶奶，中秋快乐！小圆中秋快乐！吃月饼了没有？吃了。奶奶，我寄的东西收到了吗？收到啦。月饼买了这么多，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，分给街坊好些。看着月饼啦。我怕你舍不得吃。最近眼睛怎么样？去医院复查了吗？青广点数后要按时滴眼药水，别忘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奶奶都记得呢。倒是你上班别太累，别总给我寄东西。城里花钱的地方多，今年新打的桂花晒干了，我做了些桂花蜜。你从小爱吃这些，已经寄过去了，记得收。小鱼，你那边的爸妈对你好不好？好，他们对我很好。那就好，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我们小鱼聪明伶俐，谁不喜欢你才不正常呢。没事吧？我怎么听见你那边有人啊？是不是你那个结婚对象？是。对，奶奶您好，我是世情。哎，小鱼对象，你好，你好。常常听桑榆提起你，您身体还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一切都好，你们顾好自己就行。那我和桑姨过段时间回去看你。不用，不用，别麻烦，你们忙你们的，只要你对小丫好就行。奶奶放心，我会一直对她好的。好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早点休息。奶奶保重身体。蒋世清，他确实是个很适合做丈夫的人。连我三哥3天后就要出国你都不知道，还以为三哥多在意你呢。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很快要出国的事？是觉得没必要吗？谢谢。桑榆，我今天有点累了。你们俩做之前还要打报告，你们俩还真是够正经的。他就是那样。那你问没问他出国的事怎么不告诉你？万一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跟我说呢？我们也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。信我的，人之所以长嘴，就是为了沟通。哟，这袖扣没见过，三嫂送的。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我感觉他好像生我气了。生什么气？三嫂看着跟小绵羊一样，还会生气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你怎么感觉出来的？他今天没怎么看我，说话也不够长。陷入爱情的男人真可怕，三哥是真上心了。不是爱情，我只是想让夫妻关系正常一点，和谐一点，仅仅而已。那你直接去问他呀，面对女人嘛，你该服软的时候就服个软，不丢人。我不需要，桑榆不是无理取闹的人。
没救了。你喝酒了？难受。好，你先松开，我给你泡杯蜜水，会舒服一点。喝点水会舒服一点。奶奶寄来的桂花蜜。奶奶寄来的。你是不是不高兴？是工作上遇到什么事了？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气什么。你是不是要出国了？对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所有人好像都知道。就我这个妻子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这段日子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我有点舍不得。我会尽快回来的。After the sun goes down, I flash how I feel. I pretend to see we're going. Pray your touch can breathe. 昨晚休息的好不好？还困不困？挺好的，我休息好了，该起床上班了。真的没事吗？真的没事。那个，你先放开我，我快迟到了，得去上班了。不急，我送你。你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蒋太太。这就是你外派的公司？对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好上班，待会儿见，蒋太太。请进。桑老师，这段是我们公司 AI 盲文处理器研发的关键时刻，可能要麻烦您多跑几趟了。这种专业的知识只能靠您了。没问题，我先看看样本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蒋总，这里就是中腾的研发区了。蒋总，您认识我们公司特意请来的盲文老师？不认。是我太太。哇塞，妈妈，我哥的 CP 公开了！一直听说蒋结婚了，原来是真的，太意外了。请继续参观。我太太的专业能力很强，你们可以放心。你怎么直接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他们了？蒋太太，我们是正当关系，国家认证好像并不需要遮遮掩掩。
不会影响你就好。我明天下午的飞机，有任何事情记得找我。为了夫妻关系和谐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每天打一个电话，互相报备。好。桑维爱那身礼服可是最新款高定，300多万，你爸妈心是骗到外天空去了吧？一个养女捧得跟公主似的，亲生女儿站在这儿跟透明人一样。没事的，我不在乎。等下我们就回去。我就是看不惯。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生日宴了？衣服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穿得这么寒酸，是想让别人觉得我们刻薄亲生女儿偏心你姐姐吗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桑家什么时候给我订了礼服？桑家什么时候给我订了礼服？你还敢顶嘴？维爱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难不成还需要我求着你穿吗？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。你是不是又想诬陷给你姐姐？你笑什么？虽然在我心里你只是有生恩的名义母亲而已，虽然我对你不抱有任何的期待，但这一刻我发现这些想法甚至都多余了。桑榆，妈妈，我应该这么叫你吗？其实我真的很想问问你和爸爸，我真的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？你会这样从根本上否认桑维爱的人格吗？闭嘴！如果是你姐姐，她怎么会用这样的语气来和我说话？三嫂，这是被……既然这样，以后我们就做一对表面母女，请您不要再对我有过多的要求了。果然没有养在身边的孩子，就算是亲骨血，也亲不起来。喂，三哥，有个事儿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一声，该说就说，不该说就别说。是关于三嫂的。今天三嫂参加桑维爱的生日宴会，说被他妈妈打了一巴掌，下手不轻。喂，桑榆，抢世界。喂，桑榆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没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吗？什么？你知道了。桑榆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把家里的鱼撑死的，就是一不小心喂多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回来了。那你自己的事情呢？我自己，我准备去我朋友家住几天，景苑太大了，我一个人有点不习惯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睡了。你也早点睡，不要太累。
到底想问什么？帮我订一张最快回国的机票。昨天我给你打电话，问你有没有事情要告诉我。你都知道了？对，我很生气。石京什么时候回来了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厨房多准备几个菜。桑夫人打了我太太一巴掌，是不是该给个说法？我毕竟是她妈妈，你这个孩子，妈妈就轻轻碰了你一下，你还告起状了。都是误会，哪有父母不心疼孩子的？石京既然回国了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是不是误会，我分得清。你们如何对待养女，又是如何对待我太太的，我也清楚得很。养女捧上天，亲女弃如敝蚁，世间罕见。石京，我知道你心疼桑榆，可你这话太严重了。母女之间的，我也是被气急了。不要纠缠，我们回家吧。明日内，我要看到桑家向我太太道歉的信。别动。江石京，我们去哪儿？去桑家。那个，我现在这样好像还不适合见人。桑榆，相信我。他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今天晚上的样子好严肃。你觉得我严肃？像审案子。桑榆，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吗？知道，夫妻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想麻烦你，这些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。然后让自己挨了一巴掌。我其实不是好惹的，只是她毕竟是我亲妈，换别人我早打上去了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请永远不要吝啬向我求助的机会。亲爱的，告诉你，我有许多小淘气。哦，亲爱的，现在再靠近，洗澡吗？接住我所有情绪。哦，亲爱的，在乎你。好。
行了。快过来吃饭。谢谢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有时差。昨天的事谢谢你，昨天你回来的很突然，今天补给你。昨天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帮你出面是因为我们是夫妻，这样有助于我们婚姻关系的顺利推进，也能让协议完成的更体面一些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对你产生什么不该有的感情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这个点堵车，我坐地铁。蒋世静帮你出头了是吧？我就说他靠谱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刷到桑家那边的新闻了，直接发了道歉声明。我对你老公刮目相看了。可他今天早上跟我说了一句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帮我出面是因为我们是夫妻，这样有助于协议的顺利推进。不是他没事吧？我刚有点觉得你们结婚是件好事，转头他就说这种话，这也太下头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提上裤子不认人。好了，别说了。我就要说，他蒋世静什么意思？帮你出头就出头，非要说那些话膈应人。没事，只要奶奶身体好，其他事情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行吧，你上班注意安全，晚上我陪你吃饭。好。桑老师你来了，王总说要给大家介绍新来的项目负责人。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项目新来的负责人任子金。大家好，我是任子京，以后请多关照。世界还真小，前任分手再见，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寻常却又毫无预兆的一个日子。桑老师，你过来一下。任总，这位是我们特意请来的盲文翻译师桑黎，业务能力很强。他先生还是咱们公司2轮融资的投资人。你结婚了？桑榆，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你真的结婚了？是。我后悔过，当初没扛住家里的压力跟你分手，是我做的不对。都过去了，现在这样也挺好的。我不好。出国之后我一直想着你，我偷偷回来去找过你，可是林家一个人都没有。他们说什么？说我图你的钱？不是的，我没那么想。那时候奶奶生病住院，我刚好被我亲生父母找回家，所以你找不到我。这是好事，恭喜你。谢谢。你丈夫对你好吗，桑榆？我觉得我帮你出面是因为我们是夫妻，这样有助于我们婚姻关系的顺利推进。挺好的。相敬如宾，挺好的，相敬如宾。你骗我，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，他对你一定不好。回到我身边吧，我已经把家里都搞定了，不会再有人阻止我们在一起了。谁说没人阻止？
她的丈夫第一个就不会同意。这位是？我丈夫。蒋世金，幸会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带我太太回家了。蒋太太，我不希望这个时候你要越过你的丈夫，看向别的男人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意外。我想也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接你下班。哦。任子熙是我大学初恋，当初因为我家境贫寒，他父母反对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不会在意的。好。饿了没有？还行。晚上想吃什么？随便。那就回家做。蒋世晶。谢谢你今天来接我。不用谢，顺路。他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在意我，就连面对我的前任都这样云淡风轻。我带了了出去玩一会儿。我跟你一起。不用了，我很快就带他回来了。好。好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回国，住在这儿，出来走走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小叶，我知道今天的事有点突然，但我们以后要一起工作，我不想让你觉得尴尬。不会。那我们能做朋友吗？就是普通同事那种就行。好。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我刚才在楼下遇到任子金了。他说以后要一起工作，希望能做普通朋友，我答应了。我不介意，不过出于维护协议的角度，让我们的婚姻长久，希望私下可以保持距离。你放心，虽然你不喜欢我，也不喜欢你，但我是一个道德感很高的人，我不会做任何有违道德的事。好，我信你。不过，那任子静呢？你喜欢她吗？当初和他在一起是因为喜欢，不喜欢的话怎么会在一起？但那是过去的事了。不过出于工作需要，现在最多只是点头之交的朋友而已。只有喜欢才能在一起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这世界还真小，任子金我还真认识。快说啊！你懵了。任子金是我家下游合作公司负责人的儿子。3年前听说为了和大学初恋结婚，跟家里大闹了一番，最后被绑到国外去留寿，家里好一顿棒打鸳鸯。就是没想到这另外一只鸳鸯居然就是三嫂，还真是缘分。三哥，你这状态，
你状态不对啊，怎么你在意上了？我问你们，是不是只有喜欢两个人才应该在一起？不然呢？三哥，你是不是在担心三嫂心里还有那个任子豪？我不知道。三哥，那你看到他是不是特别害怕？我怕什么？就是那种心里闷闷的，明明很在意，但是不敢说出来。破案了，三哥，你这是喜欢上三嫂了。他不喜欢我，这不都是你自己作的吗？神经病一样跟自己老婆搞什么结婚不能爱上对方的协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当然先把那破协议改了呗，等你和三嫂确定心意了，任子涵自然就不是问题了。帮我找律师修改一下我和桑婷的结婚协议，我名下除了公司股份之外的所有财产都算夫妻共同财产，转到他名下。另外，协议里一定要去掉不能爱上对方那条。这事成了。这是他要把所有财产都给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离婚补偿？三哥，你这是又怎么了？他没钱。没钱？什么没钱？新协议他连看都没看完，他果然一点都不喜欢我。爱情使人卑微。三哥，这样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你喝多了，让他来接你，看看三嫂什么态度，这样行吗？试试呗，反正你也没什么好损失的了。宝宝，你看着脸色不太好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走吧，我们再去逛一会儿。桑榆，你可真有本事！什么意思？少和我装！三哥叫了律师去改你们的结婚协议，把财产除了公司不能动的股份全都给了你。因为动静太大，家里人今天都知道这事了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那不是离婚协议吗？以前命不好，遇到你这样的家人和父母，现在命好点不应该吗？这就叫失之东徐，收之桑榆。妹妹命可真好，真是羡慕都羡慕不来。老婆，我好像喝多了，好难受。你怎么了？桑提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可能吃坏肚子了。我马上过来。他刚才不是还醉着吗？演的吧？我看他才是演的，不然我三哥怎么可能喜欢他？因为你三哥和你不一样，他没瞎。恭喜，桑小姐，这是怀孕了，胎儿发育的很健康。注意休息，饮食清淡，定期产检就好。我居然有宝宝了，是和他的宝宝。桑榆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。给了我一个家。不是协议，不是因为夫妻关系，就是喜欢你。你不用说现在就回答我，但我希望你知道，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。那你改协议也不是要跟我离婚？离婚？我什么时候说要离婚？我看到新协议，以为你是要补偿我，然后我是想把所有东西都给你，我从来没有过要离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你慢慢喜欢我就行。谁说要喜欢你了？那你刚才哭什么？我怀孕了，激素不稳定。好，都是激素的错。因为你，我相信爱存在。
所有财产都给你，然后又把不能爱上对方那条删了。这不就是表白吗？搞这么隐蔽，谁看得明白啊？真要是喜欢你，就该堂堂正正的说，绕这么大一圈，诡计多端的臭男人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听我骂你老公不开心啦？重色轻友的家伙，不许向着他说话。我没有。朱小姐说的对，抱歉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刚刚是我幻听了，对吧？你老公根本不在你身边，对吧？不巧，他在。这件事是我做事不够直接，让他误会了，也让你操心。你把他吓到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协议的事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说过希望这段关系停留在纸面上，不要有感情纠葛。但是拥有情绪，滋生感情，是人的天性与本能。夫妻关系本该是两性中最亲密的存在。我不该在开始时为我们竖起一座阻碍这一切的高墙。所以，关于协议的事，关于我说过的那些话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这么郑重的道歉。所以，你能不能也试着喜欢我？笨蛋。我是笨蛋。那下班我来接你。好。享受住你温柔笑容，是越过了阻。怎么了？正常夫妻分开应该会有吻别吧？你更喜欢他，还是我？怎么问这种问题？像个在闹脾气的小朋友一样。你们在一起4年，我之前不敢承认，其实我很嫉妒。可是这该怎么比啊？你们都不在同一条时间线上。最喜欢你了，我和他早就结束了。知道了。早。小月，我听说你先生是凯乐的那个蒋世京。是。为什么？蒋家那样门庭，他们为什么会接受你做继承人的妻子？因为我其实是通达创始人桑下山走丢的女儿。什么？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我也是在你母亲骂不知道哪来无父无母野孩子的第2天才知道的。抱歉，我不知道我妈去找过你。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怪你，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很幸福。桑老师，你老公对你可真好啊，特意给你送饭来了，快去快去。好，谢谢你。把自尊都放下，你却爱着他。你快尝尝。好喝，你做的？让阿姨做的。我现在学了几道，但还不到能拿出手的程度。好吃。医生说要清淡些，少油少盐，但还要有营养。以后我每天中午来给你送饭。这样太麻烦了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第一次当爸爸，紧张一点也正常。这个虾仁的味道怎么样？你尝尝。好吃。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晚上见。如果一段感情结束之后，只能用质疑对方人品的方式来让自己好过，那这个人恐怕从一开始就不是个良配。
你和我太太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。一个男人既然没有处理家庭的基本能力，那我想当初你们没有结婚，反而是一件幸事。让我跟他说几句好吗？我就在旁边，有事情叫我。坐吧，我们聊聊。当初分手之后，恰逢奶奶病情严重，奶奶的医药费是桑家出的，条件是让我和蒋世金相亲，我同意了。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也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当时的我们都没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路，所以我从来没怪过你。小李，任子京，到此为止吧，不要让我觉得你是个糟糕懦懦的人。所以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走到门口，想到有件事忘了跟你说。什么事？爷爷奶奶知道你怀孕的事了，晚上想来景院看看你。瘦了，但气色还好。孩子闹不闹你？奶奶这才刚怀上，还感觉不到什么。瞧我，年纪大了忘了。当初我怀兰芝的时候，前3个月吃什么吐什么，遭了不少罪。希望这孩子是个懂事的。你不知道，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他爷爷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。你又怪我，明明是你当时整夜翻身不睡觉，给我带着一起睡不着了。奶奶担心什么？担心他把自己封闭得太死，也担心会伤害到你。那孩子从小看着父母争吵，又亲眼看着他们意外身亡，那以后不太信任婚姻关系了，认为亲密感情是伤人的，所以抗拒接触，走进正常的婚姻中。不过他头一回见你回来，就跟我和你爷爷说要娶你，我跟你爷爷都吓了一跳。这事倒随我，不喜欢是不会将就的。第一面就提结婚，那就是一见钟情，只是他自己不好意思认罢了。怎么了？都看着我。没怎么，说你眼光好呢。是挺好的。行了，人看过了，话也说完了，我们先走了。你们好好过日子，有事没事往老宅多打电话。孩子，好好养着。世金要是欺负你，你只管跟奶奶说。奶奶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你第一面见我就想娶我。奶奶还说，你第一次见我回来，就跟他们说想娶我。所以是真的。是。那时候我们才见了一面，你怎么就能确定？一面就够了。够什么？够我确定，如果这辈子一定要和一个人结婚，那个人应该是你，是不是很不可理喻？是很笨，万一我不答应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当时想，如果你答应了，那就是我赚了。你赚大了。我知道。能不能和我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？我小时候可皮了，奶奶家屋后有棵枣树，每年秋天枣子熟了，我就爬上去摇，摇得满地都是枣，邻居家的小孩都跑来捡。有一次我爬得太高下不来了，林奶奶急得在下面喊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祝朝朝他爸搬了梯子才把我接下来。你还会爬树？那当然，不止爬树，我还跟隔壁村的男孩子打过架，因为他踩死了我养的蜻蜓。打赢了？打输了，但第二天我叫上祝昭昭，又打了他一遍。那怎么变得像现在这么文静懂事了？奶奶身体不好，生病以后我不能再让她操心，就慢慢不闹了。那我倒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是一个女儿，最好像你小时候那样活泼一点。万一是个安安静静的性子呢？那也很好。那你呢？你小时候是什么样？我小时候不太爱说话，我父母经常吵架。我后来学会了一件事，只要我不说话不出现，他们就……那如果你小时候遇到我，
我一定带你爬树，到处捣蛋的，会让你知道，开心是不用害怕的。谢谢你。行了。几点了？还早。不过你今天不用上班了。什么意思？想带你去个地方，假已经请了，行李也收拾好了。干什么去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蒋世京，你什么时候安排这些的？奶奶那通电话之后，答应了要回来看她的。你那么早就答应奶奶的事要做到，不能言而无信。你不用跟我说谢谢。那你带我来这里，就是想看我哭？不是，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。那你看到了？挺好的。哪里好？因为这里长出了你。哟，这不是小鱼吗？李婶儿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变漂亮了。这位是？李婶好，我是桑榆的丈夫蒋世京。哎呦，小鱼老公啊，真是一表人才。小鱼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真是小鱼呀，回来就好。奶奶您好，我是蒋世京，一直没来看您，是我们不对。都是好孩子。奶奶，您别忙了，坐下歇会儿。不累不累，你们来我高兴。谢谢奶奶。瘦了，脸上没有肉。没有吧？我最近还胖了。骗奶奶，你从小就这样，一瘦就瘦脸上。小席从小命苦，你可要对她好。奶奶放心，我看人准，你这孩子是真心实意的。奶奶，我跟您说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你要当太奶奶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奶奶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，孩子很健康。好啊，老天爷开眼了。这就是我以前的房间。这是你8、9岁的时候吧。你小时候和你现在变化不是特别大。是啊，要不要跟我去我小时候的秘密基地看看？这里就是我和祝昭昭小时候的秘密基地。以前放学不想家，我跟祝昭昭就爬上来躲在这里看漫画。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，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带人来这里。谢什么？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谢谢你带我走进你的世界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找到他。